今天这个方法做一次顶有腹10次，体内浊气、浊水、浊物多，肚子大、脾胃不好的朋友跟着做起来。这个动作就是推腹，我们不是用手来推，而是用一个工具来推。这是一个扁灸罐，借助它来推腹，比我们用手推作用好太多了，更加省力，而且能一边灸一边推。灸的作用就是让艾草独特的红外线波进入身体，推的作用就是疏通腹部的脉络，让经络通畅。现在给大家演示推腹的方法。刚才已经插上了艾柱，点燃了，我们把隔灰网盖好，用这个罐子来推整个腹部。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推的路线，中间是任脉。任脉往外1.5寸，这样是胃经，左右各一条；胃经往外1.5寸左右就是脾经，左右各有一条。先疏通中间的任脉，这里是心窝，我们从心窝往下刮到小腹，就这样力度适中的。从上往下刮到小腹，100次以上，然后再刮旁边的胃经，先刮左边的胃经，100下，再刮右边的胃经，100下，最后疏通最外侧的脾经，先刮左边，100下。再刮右边，100下，稍稍用点力往下慢慢推，在推的过程中要保持力度适中，不要只推脾不推肉。我建议大家用这个罐子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罐子就是一个工具，能够借力，我们用手是达不到这种力度。我是隔着衣服向大家示范，那么大家在做的时候呢，是直接贴着皮肤做。我们用手推呢，一般都是只推到皮，推不到里面去。用罐子就能很轻松的渗透到深层。我现在推了10分钟左右，我感觉整个肚子都很舒服、很暖，有一种通透的感觉。你们推也是一样的，坚持推，把脏东西排出来，全身都很舒服。大家贴着皮肤推，最好涂上点精油，你在推的过程当中会更舒服。其实很多人都适合推腹，像肥胖、血脂高、脂肪多、有失眠问题、腰这里有问题，反正是一些慢的问题，都可以坚持推腹一段时间。有些人在推的时候有明显的痛感或者酸胀感，有水声等，都属于正常现象，无需忧虑。坚持推，这些情况都会逐渐消失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大家推的时候还要仔细感受，寻找一下有硬块、有结、有气团的地方。如果没有，就是好事；如果有，也不用担心，说明这个地方堵住了，需要重点去疏通一下。有这些情况的，一定要及时疏通开。还有些人推的时候会打嗝、排气，甚至想上大号。都是好的现象，是在排身体里的浊水、浊物、浊气了，不用担心。好，推腹的好处就是那么多，大家赶紧推起来。百练不如一蹲，今天教大家一个不同寻常的蹲法——乞丐蹲。南怀瑾先生非常推崇乞丐蹲，在他的书中这样描述：双手抱膝蹲下，屁股尽量后蹲，但不着地。腰背头尽量在一条直线上，吸气时闭嘴，呼气时略张嘴，脑袋里尽量一遍明澈。下面我教大家乞丐蹲的具体操作方法。饭后脚一堵长，背对着墙。如果是男士，两脚微微分开，两脚不可完全并拢，要微微分开。然后屈膝下蹲。如果是女士，两脚并拢，直接屈膝下蹲即可。好，现在我们下蹲。下蹲后
不管男女，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放松身心，头、肩膀、后腰贴在墙上，头顶要正中，头顶百会与会阴穴成一条直线，臀部离地，紧压小腿肚上。饭后经常这样蹲一蹲，对心肺有很好的帮助，可以疏导任脉和督脉，放松全身的筋。这个乞丐蹲是古时候叫花子们饭后休息的一个方式，他们都会在旁边放一根打狗棒，然后就这样蹲着，对肠胃的好处特别明显，有利于帮助消化。每顿饭后蹲10到15分钟，受用无穷。在蹲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打嗝、放屁等肠胃蠕动的这些情况是正常现象，也是收效的证明。浊气下降，自然排气，千万不可忍着不放。刚开始做的时候，有些人会有脚麻的情况，坚持蹲一段时间，增加了脚力，疏通了经脉，就不会麻了。想要脾胃好的朋友，或者现在脾胃本来就不好的朋友，饭后都可以蹲一蹲，每天只需要10几分钟，就能让你的脾胃好起来，吃饭香，睡眠好，身体强壮。如果脾胃本身就特别差的朋友，吃一点点就饱胀难受，常常便便不成形，吃得冰冷、瓜果特别多的朋友，除了做乞丐蹲，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肚脐上补入一股能量。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制作，准备花椒6、7颗，桂圆肉1个，艾油少量，把它们放在一起，充分捣碎，然后搓成一个花生米大小的丸子。大家别小看这小小的丸子，这个方法是一个很有名的方法，它的组合非常奇特。里面用到的艾草也叫至阳之草，被称为地之阳。桂圆肉擅长补脾，花椒的走劝能力很强，艾草的纯阳之气，桂圆的补益之气进入身体后，就靠花椒带动走到身体里。这几种材料组合在一起做成的丸子，就是一股满满的能量，对脾胃的补益作用非常明显。使用的方法很简单，睡前取出3个小丸子，一个放在肚脐眼上，贴上胶布，剩下2个稍稍压扁，分别贴在脚底的涌泉穴即可。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取下来。家里如果有白酒的朋友，可以在肚脐眼里滴上1滴白酒，再贴上胶布，以促进吸收。特别提醒大家，自己自制的时候一定要选用真正3年的艾油，还有优质的桂圆肉和花椒。只有好的材料才能发挥好的效果。我们现成的肚脐贴都是采用优质的材料制作，你打开瓶子就能闻到浓浓的气味。气味越浓，表示材料越好，差的材料贴不出作用，只会浪费时间。脾胃是后天之本，不管大人小孩都要重视我们的脾胃，因为只有脾胃好，气血生化才会好，身体的根基才会好。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贴一贴，脾胃好，小孩的胃口才会好。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调理脾胃非常厉害的方法，只要脾胃不好的人都管用。这个方法分为2步，第一步解开肚子上的2个淤堵点，第2步是给我们的脾胃注入一些能量。这2个步骤结合在一起，作用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给大家一步一步讲。第一步，疏通肚子上的2个淤堵点，在我们肚脐下面大概离肚脐3指，就是2寸的位置。找到这个位置，用我们的双手做成一个勾的姿势，用我们的手指勾住这里，用力点住这个点，然后左右弹拨，上下弹拨，弹拨完
再顺时针卷36圈，然后再逆时针卷36圈。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稍用力。有些人做的时候有很明显的疼痛感，或者这里有颗粒感，或者感觉肚子这里很硬，一定要坚持做，把这里疏通了。健康的肚子都是软如棉的，肚子软如棉，百病都不缠。我们的肚子一定要软，对身体才好。肚子有筋的、有颗粒感的、硬的也没关系。从现在开始做，按照我教的方法，坚持做就能把肚子揉软了，揉开就好。揉完肚脐下面，我们还要揉肚脐上面，肚脐向4横指。找到这里，这里也是一个淤堵点，方法也是一样的，先左右弹拨，再上下弹拨，然后顺时针卷36圈，再逆时针卷36圈。很多朋友在疏通肚子的时候，他这个肚子里面会有一种翻江倒海的感觉，这是气在乱窜，正常的，这是身体在把浊气排出去。有的人从上面排出来，有的人从下面出来的，出来了就是好事，身体会感觉很舒服。好，第一步把2个淤堵点疏通了，第2步要给身体注入一些能量，这一步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下来。我们给身体加入一些能量，才能把差的脾胃养起来。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们先准备这种干的桂圆1个，花椒7颗，还有一点艾绒，把它们放在一起，捣碎。捣碎后可以适量加入一些蜂蜜，把它们粘合在一起，搓成一个小丸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一次多做一些，密封保存。睡前取一个丸子放在我们的肚脐眼里，盖上贴布即可。我们睡觉的时候，肚脐就会吸收这个丸子里面的能量。肚脐是离我们脾胃最近的一个点，大家别小看我们的肚脐，我们在娘胎的时候就是靠肚脐来获得营养、获得能量的。花椒能健胃除湿，艾绒温经通络，桂圆对心脾都有益处，用它们做成肚脐贴对脾胃是非常好的。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满满的能量，被肚脐吸收了，这股能量就能滋润我们的脾胃。很多人是没有时间自己制作的，也有些人担心自己选的材料不好。我选取了优质的材料，制作了现成的肚脐贴，很多人坚持用了，作用都很好。我现在把它放在橱窗里，大家需要的自己点击获取。大家收到了可以自己闻一下，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的味道。好的材料才有了正宗味道。同时，我们每个丸子都配好了一张贴纸，自己回家打开就能直接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丸子放在肚脐眼里，贴上胶布，把能量封好，第2天取下来即可。我们的脾胃不好是自己日积月累形成的，想调理好脾胃也不是一下子的事情，坚持贴1-2个星期就能看到明显的作用，坚持贴2个月以上才能真正对脾胃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肚脐贴发明者南怀瑾老先生非常提倡大家用这个方法来调养脾胃，他强调了好的脾胃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脾胃是后天之本，一个人想身体好，一定需要一个好的脾胃。今天说刚经历了炎热潮湿的夏季，很多人都被湿气缠身，身体哪都不舒服，整个人很虚弱，睡了一个晚上，起床后仍然觉得很累，头很重，大便时感觉很黏，黏在马桶上，冲不干净，头发油腻，皮肤暗沉，舌体两边有齿痕，身体虚胖，怎么减都减不下来。出现这些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会一套蝴蝶坐，打通脾经，让你的湿气跑光光。长期坚持，气色和身体状态都会越来越好。第一步，蝴蝶式抖腿。我们坐在床上或垫子上，双腿弯曲，两脚心相对，脚跟往回收，尽量靠近会阴部。
两手捉住脚尖，脊背挺直，两腿像蝴蝶翅膀一样上下有节奏的扇动，保持这个姿势抖动3到5分钟。这个动作能很好的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脾经，促进血液流入盘骨和腹部，滋养全身，让我们精气神越来越足，特别适合久坐的人。第二步，双手轻轻握住双脚，上身往前倾，上半身尽量往下压，保持这个动作5秒。有些腰不好的朋友要量力而为，放慢速度，不要过度追求贴近地面。好，回来，重复做5次，可以很好的拉伸到身体两侧的脾胃经络，畅通气血，濡养脾胃。第3步，拍打小腿和大腿内侧的脾经，用空心拳按着脾经的循行路线，从脚尖开始往上拍，一直拍到腹股沟，反复拍5分钟。在拍打的过程中，遇到有疼痛的地方，要重点的拍打疏通，不通则痛，把它拍到不痛了，就畅通了。脾经一通，多余的水湿就会顺畅的排出去。其实很多人的脾胃在夏季已经被伤害到了，脾是喜燥恶湿的，夏季潮湿闷热，加上很多人有吹空调、喝冷饮、吃生冷水果、蔬菜的习惯，这对脾胃的伤害非常大。我们要及时把它养回来。现代人脾和胃不好的真的是太多了，教大家一个小方法：每天睡前在你的肚脐眼上放一包热盐，能让脾胃重新充满活力。方法很简单，准备一个布袋子，把粗食盐放在锅里炒一炒，炒到6分热，然后装进袋子里，睡前热敷在肚子上就行。粗盐的渗透性好，把加热的粗盐放在肚脐上，通过肚脐吸收，能把粗盐的热量渗透进身体里，热进寒出，能把寒气水湿给带出来。脾胃最怕什么？怕寒，怕湿。坚持这样敷一敷，逼出体内的小寒小湿，把脾胃给救活了，让脾胃重新充满活力。脾胃一好，身体很多小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另外，热敷粗盐还能增加肾中阳气。如果常常后腰酸酸胀胀木木的，用这个方法也能帮上大忙。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推长寿经的方法，经常推有延年益寿的作用。下面我带大家讲长寿经。小腿前面的骨头这一段就是迎面骨，在迎面骨的外侧是胫骨前肌，这条肌肉与长寿经大部分重合，就是我们要找的长寿经的位置，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推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先找到足三里，外膝眼下4横指，距离胫骨1横指，从足三里开始往脚脖子方向推，大概就推到这一段就可以了。推的方法很简单，以掌根着力，接触皮肤的面积尽量大，速度缓慢一点，不用太快，最好以3-4秒的时间从上至下推一遍，然后回来再重复，继续重复，就这样一直推5到10分钟。每天可以推3到5遍，推完一边再推另外一边的长寿经。在推的过程中，有些人这条经可能比较硬，有痛感，可能是胃有问题。
因为胃不好的人，这里一般推起来都会很痛。继续坚持推，把长寿经推畅通了，推远了，能帮助改善胃的问题。好，以上就是推长寿经的方法。常推长寿经，健康享天年，大家坚持推，对身体好。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周老师。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辣，甚至是无辣不欢。其实吃辣太多是很伤阴的。现在是冬天，天气很干燥，辣椒性热，味辛，有些地方湿了，吃辣椒可以助阳燥湿，但在冷燥的地方，湿气没那么重，吃进去的辣椒是一团火，吃进身体了就要伤阴了。所以很多人吃辣椒后长痔疮、口疮、冒痘，其实这都是伤阴后虚火私处流窜的结果。吃辣太多，心散耗气，不利于冬天收藏。冬天是需要收藏的，要藏住身体的精气，护住身体内的阳气。但是辣椒的这一团火是心散的、发散的。我们吃完辣椒满头大汗，浑身热了起来，都是因为辣椒振奋了一身之阳气走窜的原因。但是如果总吃辣，其实是一直在扰动身体的阳气，就像是冬天不适合剧烈运动一样。有的人因为吃辣太多，月经突然消失，这都是因为吃辣椒太多耗伤气血的原因。吃辣太多还会伤到脾。我们到外面吃饭，很多下饭菜都是辣的，很下饭。为什么下饭呢？因为辣的刺激，一下子胃口大开。平时一碗饭饱足适度，现在突然要吃2碗饭，但是这时候脾的运化能力并没有跟着上升，所以脾变得异常劳累，比平时干的活更多，变得很难消化了，变成了垃圾存放在身体中。所以告诉大家，吃辣易湿爽，但是吃辣过多，如果身体消化不了，痰湿留在身体就可不好了。好，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庄老师。少吃而胖是脾虚的经典，多吃而瘦是脾虚的悲催。胖和瘦都是脾虚的问题，这2种情况都和脾虚有关系。脾是管运化的器官，当脾胃健康，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就会很快的被消化，有营养的被吸收，没营养的被运出。当脾胃虚弱了，运化的力量不够，吃进去的食物就会处于堆积的状态，时间久了，那些无法运走的水湿、湿气和浊气积累成脂肪，人就变胖了。所以想要不长肉，把脾胃调理正常才是关键。大家可以试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多吃山药薏米芡实粥，可以调脾暖胃，用山药、薏米、芡实一起煮粥，适量就行。第二个，双脚互打。我现在向大家示范，可以坐着也可以躺着，我们就这样双脚的互击，重点刺激太白和公孙穴。这样敲打双脚可以直接刺激脾经上的太白和公孙穴，对脾胃好。第三个，多推腹。推腹的方法很简单，我们从心窝往下腹部推，力度适中就可以了。我们就这样从中间推个5到10分钟，然后我们再推侧腹，左右各推5分钟。这个就是推腹。腹部有脾胃的反射区，常常推腹，让腹部温暖起来，对脾胃有益。好，以上调理脾胃的方法，少吃而胖或者多吃而瘦的人都要试试，脾胃好了，情况就会得到改善了。
好，本次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无论你的脾胃多么差，多么不好，今天这个视频只要你花上3分钟看完，就能够让你的脾胃一天比一天强大。因为今天我要分享一套南怀瑾老师的脾胃金刚功，专门去调整我们的脾胃，让我们的气血越来越足，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这个功法分为2步，第一步，通过一个动作去调理我们的脾胃，这个动作叫做6照做法。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坐在垫子上，把脚收拢起来，2脚交叉，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脚后跟尽量贴近我们的臀部，2手环抱着膝盖头，挺直腰背。大家不要把身体趴在膝盖上，也不要去倚靠在墙上或者是椅子背上，保持头、肩背、臀部连成一条直线。记住，是在饭后30分钟才去做。很多朋友做着做着就会感觉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翻滚或者颤抖，然后开始打嗝或者放屁，这是把身体浊气排出来，是非常好。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消化、调节胃肠，引气血往脾胃下行，暖胃养胃。有的人刚开始做会出现脚麻、腿麻，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先做3到5分钟，后面再慢慢增加到15分钟。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不要玩手机，不要听音乐，也不要去跟身边的人说话，这样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说完了第一个外调的方法后，接着再说第2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使用著名的南怀瑾肚脐贴。我把它的制作方法跟大家说说。我们去菜市场买1颗桂圆肉、7粒花椒、少量艾油，这3种材料都是温养脾胃的。把它们放在研磨罐里，充分研磨碎，然后搓成花生大小的小丸子，肚脐贴就做成了。晚上睡觉前把它放在肚脐眼里，贴上胶布。早上起床把它取下来就行了。肚脐是距离肠胃最近的地方，通过肚脐的吸收，这些温热的能量就会达到脾胃，补足脾阳。只有脾胃的阳气足，才能更好的去吸收和运化食物，生化气血，给你的身体注入能量。有些朋友确实知道这是个好方法。大家好，我是庄老师。肚子在中医上称为中焦，脾胃刚好就在中焦上。其实从肚子上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脾胃好不好。如果一个人大腹便便，多半是脾虚运化无力而导致的肥胖。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调脾的方法，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古代养生大家歌洪所创，可以同时疏通脾胃2经，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还能通过胳膊前后的摆动、肚子前后的起伏，能同时疏通背部的督脉和膀胱经，提升人体的阳气。下面大家跟我练习一下。首先，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目平视，舌底向颚，上身保持直立，鼻吸鼻呼，全身放松。双手体侧平伸，左右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此时右手下翻，拳眼向下，左手保持不变。然后左手上至头部，右手下至腰部，两手同时环绕成阴阳鱼状。此时左右手拳眼相对，胸腹向前挺，保持3秒。相反方向再次操作，
共反复操作7次。7次依次做完，还原成直立状态。此时双手由拳变掌，内外劳宫重叠，置于肚脐处，进行按抚动作。顺时针揉腹，吸气；逆时针揉腹，呼气，顺逆为1次，反复操作7次。做完后收腿直立，双手护住丹田3秒，然后双手自然下落放于体侧。好，想养好脾胃的同学可以每天坚持做隔红这个调脾方法，脾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胃口也好了，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好，本期内容就到这里，谢谢支持。